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橫庫古又文。實在太誇張了！歷經奢排古馳的創意總監 Demna 在2027度假系列大秀發表後，直接向媒體坦承，他這季 90% 都是基本款，甚至覺得自己在這季比較像是個服裝採購，而不是設計師。更誇張的是，這場度假系列大秀還被權威時尚媒體 BOF 橫批，是設計給暴發戶穿的衣服。今天這支影片我們會分成4個段落深度解析這場耗費巨資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辦，充滿深意，甚至可以說侮辱服裝設計專業的古馳2027度假系列大秀。如果你喜歡這種時尚產業的深度分析，歡迎現在就按讚訂閱，還可以點選我們影片上的廣告連結，支持這個頻道哦。在剛出爐的2026第一季 List 品牌榜，古馳排名躍升了4個名次，從第9升到第5名。但諷刺的是，在 Top 10名次上升的品牌裡，只有古馳的名次上升，業績卻反向暴跌，而且不是只跌一點點，還是雙位數的14%。這份財報直接宣告 Demna 先前用名人帶動銷售的策略完全失敗，業績甚至比前任 Sabato De Sarno 時代還要糟糕。在這種急需用強悍設計重新點燃消費者購買慾望的關鍵時刻，創意總監 Demna 卻展現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怠惰。在這組他認為是古馳核心的系列中，靈感來自於美國藝術家 Robert Longo 的經典攝影系列 Man in the Cities。這是一系列捕捉都會企業男女在極端扭曲掙扎姿態下的經典攝影作品。他在訪談中表示，希望建立古馳的基本款核心單品，並把這個系列定位為大眾而做的古馳，還表示了這季 90% 是經典基本款，只有 10% 是季節性與前衛的款式。但真正讓人意外的是，他竟然在 WD 的採訪中語出驚人地說，我這季沒做情緒版，我就只是寫下了風衣這些單品詞，然後問自己，我們要這個嗎？還是不要？而且還說，我更像是商品採購，而不是設計師的角度在做這個系列。稍微懂服裝設計人都知道，建立情緒版來深化靈感，梳理整個系列的創作方向，是服裝設計的基本常識。這甚至可以說是服裝設計師的基本職業道德。這就像是米其林餐廳的主廚在發想新菜色時，會先思考要採買什麼食材組合，要用什麼烹飪方式，還有撒上怎樣的調料提味，而不是直接去熟食市場看有哪些預製菜可以買回來稍微加工，就端上桌交差了事。而除了這段令人傻眼的秀後獨白，這次大秀前 Demna 還在時代廣場的巨型熒幕上放映了很明顯是 AI 製作的12組風格各異卻像是惡作劇般完全虛構的古馳廣告，種類之多我就不逐一念出，我直接放在熒幕上，大家可以定格參考。通往設計師的秀前影片是與系列靈感相關的提示，讓觀眾能更深入了解服裝的靈感來源。讓人不得不聯想，難道接下來要登場的度假系列之所以沒有做情緒版梳理創作方向，是因為這些設計也是用 AI 生成出來的嗎？講完了背景脈絡，讓我們來實際看看這場古馳核心的伸展台上端出了什麼樣的衣服。我們會用3個面向來拆解這組充滿爭議的度假系列。第一個重點是 Demna 口中的那 90% 基本款的核心衣櫥。這些基本的核心服裝包括基本的西裝套裝、基本的皮夾克、基本的牛仔褲、基本的長大衣、基本的裙裝、基本的布勞森夾克與寬鬆的睡褲套裝。Demna 似乎認為，古馳服裝線自90年代末 Tom Ford 執掌以來，一直缺乏這些基本款核心服裝，需要透過這次度假系列被設計出來，豐富古馳顧客的衣櫥。並且在媒體採訪中表示，他認為這些款型非常基本到像是沒有設計，幾乎是靠模特臉蛋身材與造型技巧撐起場面的超高價基本款，會是古馳客人們衣櫥內還沒有，而且會渴望穿上的衣服，彰顯了他對古馳核心顧客真實需求的熟悉程度，展現身為創意總監的高度自信心。
另一個他在這季系列中展現的設計方向就是黑幫夫人奢華風。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在前一季2026秋冬作品中，因為部分服裝過於單薄，而且鞋款半腳難走，讓女模在台上步履蹣跚，像是被剝削的底層性產業工作者。這一季 Demna 顯然延續這個灰色產業鏈中的女性形象，只是這一次在度假系列中選用大量的高科技仿真人工皮草，圍裹住女模，形成一種黑幫大哥壓寨夫人的視覺印象。例如在有着花卉印花內裡的大紅色皮草外套，內搭黑色緊身七分褲，以及如第二層肌膚般的黑色高領上衣，展現高調的危險女性氣質。或是女模穿着直條紋皮草大衣，搭配極高叉黑色膝下裙，在秀上似乎在演示什麼般的邊走邊拉住門襟，貌似在暗示服裝自然敞開後會露出需要馬賽克的鏡頭，繼續延續上一季發展出的受害者女性形象。又或像是在警方追捕行動中，匆忙穿上蕾絲內衣，順手套上黑道大哥的寬鬆外套褲子，衣着匆忙地逃離現場，將男友 oversized 白襯衫風格升級為穿着黑道男友外套褲子的極道大哥女人風，展現貌似來自灰色產業中的多元女性形象。作為前巴黎世家的創意總監 Demna 在古馳的這季度假系列創意枯竭時，端出跟巴黎世家時期相似輪廓與手法的作品，似乎也是情理之外，但意料之內。例如本季頻繁出現的寬鬆 baggy 牛仔褲，還有在秀上同時出現極致寬鬆與極致緊身的極端性服裝線條，以及對男性肉體裸露與還好這次是成年人的 BDSM 意涵，更不用說他對肩部立體量感的偏好，乃至於壓軸辛蒂克勞夫那款與其他服裝完全不同的地震時期高腰線條，也與他在巴黎世家時期在許多季壓軸的服裝款式，像是與巴黎世家2025秋冬誠意與高定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最經典的自我致敬，應該是這次大秀同時在官網上同步開賣的系列中，將他那垃圾袋包時期用高級材料模仿廉價現成物的手法，應用於一款印有古馳大 logo， 像是模仿廉價紙袋外觀的黑色皮革托特包上。這一季的 Demna 可說是回歸了他在巴黎世家時期的創作習慣，只是這些似曾相識的作品線條與設計元素，還有所謂古馳核心設計的超級基本款型，也在時尚媒體以及網民之間掀起了巨大的爭議。那這組充滿爭議的作品在國際主流媒體與社群論壇中拿到了怎麼樣的評價呢？首先是國際時尚媒體的部分 ，WD 的評論家撰寫的文章用詞十分克制禮貌，但背後的意思簡單翻譯就是：古馳因過去混亂到連基本款都沒人做，新總監上任不是發揮創造力，而是做日常衣服救銷量。但這些設計只是在抄巴黎世家的舊作，品牌因業績焦慮而火速賣膠囊系列變現，並用明星流量與宏大噱頭來掩飾設計吃老本的平庸。然而，說到優美的潛台詞，個中高手絕對是 Vogue Runway。將評論家優美的文章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古馳頻繁換將搞爛了商業根基，現在面對巨大的業績壓力，設計師不得不向現實妥協，趕緊做些日常基本款來救銷量。時代廣場的宏大噱頭本質上只是在炒作老套的社群迷因與商業幻覺，有些造型像是巴黎斯希爾頓那套為了迎合流量而顯得非常俗氣。而在權威時尚媒體 BOF 的評論中，評論家在上季就給了 Demna 沒有設計這種直白的設計負評。他這季更狠，在秀後評論中把古馳這季的目標客群定義為暴發戶。他說，設計師為古馳打造的願景沒有特別前衛，但他給了那些體態良好、張揚高調還愛奢侈品的暴發戶他們想要的東西。
換句話說，在 BOF 眼裡，會買古馳這些毫無新意奢侈品的人，應該都是些體態良好但沒有品味、愛炫富的暴發戶。但最生猛的評論其實來自不拿品牌廣告預算的獨立時尚媒體，像是 Runway Magazine 的主編給出了極度殘酷的評語。他形容這些服裝讓模特看起來像是凌晨3點在一家聲名狼藉的夜店外會遇到的那種人，而那些誇大的皮草大衣與性感剪裁則被他直白形容為對 Tom Ford 時期高級性感的拙劣模仿，帶有強烈的戰臂娼妓風。最後，他用了一個極度精準的公式總結了這場秀的本質：標籤化的反諷手法加基本款服裝加 BDSM 造型等於極度混亂的商業化系列。看完了這些媒体評價，在論壇與社群媒體上，資深時尚迷與網民們更是毫不留情地開罵。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這是換了古馳 logo 的巴黎世家。資深網友一眼看穿，他只是把以前玩過的寬肩西裝與暗黑街頭風複製貼上到古馳的伸展台上。還有許多網友直接吐槽這些刻意營造日常通勤感的襯衫與牛仔褲，看起來就像是快時尚品牌 Zara 推出的高級基本款 Essential 系列，只是價格高了10幾20倍。而且誰在度假的时候還苦命到穿整套通勤西裝呀？古馳的高層難道真心以為砸大錢辦秀後，會有許多人花大錢買單這些似乎在 G2圈或 Zara 就能找到的基本款服裝，以及搬運自巴黎世家貼牌古馳的設計嗎？這場大秀的實際商業效益恐怕沒有他們想象中樂觀哦。其實，在右上角的古馳財報解析影片中，我曾經分析過，開源集團賣掉美妝事業換來60幾億歐元的現金，讓他們有非常雄厚的本錢去砸大錢做廣告，辦最盛大的秀，請最貴的名人。但我當時也說過，這些龐大的廣告預算沒有辦法買到消費者對這個品牌真正的渴望感。如今古馳真的花了天價，在時代廣場辦了如此場面盛大的秀，但端出的作品卻基本到宛如 AI 生成。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因為意大利工廠醞釀罷工，工匠陸續流失，才逼得他們只能端出這種拿以前作品復刻、原創性低下的基本款充數。雖然這季的衣服看起來比上季那種絲襪涼感衣合理一些，但古馳從來不是只跟自己賽跑。在通膨與戰爭動盪的當下，每個時裝巨頭都想搶攻唯一還在成長的美國市場。但相對於去年香奈兒在紐約地鐵展現出極致精緻工藝的工坊大秀，成功佔領新貴階級的渴望度已移除。或是迪奧才剛在洛杉磯辦完的黑色電影藝術靈感度假系列大秀，都在各出奇招，跟古馳爭奪美國的資產階級市場大餅。雖然古馳可以用錢砸出極大曝光量，但在設計力與創意上，已經明顯無法與同期的其他奢牌，甚至是小眾獨立設計師品牌競爭。而讓我最驚訝的是 Demna 竟然公開承認自己連靈感看板都不做，覺得自己比較像是個商業採購員，而不是設計師。他的這番直白的公開發言，聽在服裝設計同業耳裡，像是坐領高薪的奢牌創意總監在公然踐踏服裝設計這門專業的尊嚴。當一位創意總監連最基本的 mood board 都不做，他是要怎麼整合與溝通這一季的靈感與創意呢？就不難想象他的創作過程有多麼偷懶與敷衍。甚至讓人懷疑這一季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是他親自操刀，有多少是如開頭虛假廣告片般是 AI 生成代勞的呢？看到這裡，可能會有人好奇，業績比 Sabato De Sarno 時期還慘，為什麼開雲集團不把它換掉呢？我的推測是，現在的古馳正在一個恐怖平衡的狀態。開雲的股價從今年的高點已經一路狂跌了快 30%。執行長 Luca De Meo 在4月16日端出我們右上角影片討論過的光復開雲計劃，不但沒解決問題，反而還引發意大利工廠的全面罷工。在這種內憂外患夾擊的情況下，如果再換古馳的創意總監，等於承認任命失敗，股價與銷量只會更慘，雪上加霜。
但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股市的業績要止跌回升，幾乎需要奇蹟。畢竟在中產階級開始覺醒，逐漸不買奢侈品的世道下，這世上哪來那麼多喜歡俗氣 logo 風格，而且還擁有足夠資產、熱衷於消費炫耀式奢侈品的暴發戶，能讓股市回到 Miguel 時期100億歐元的業績盛況呢？恐怕連 Desano 時期的老顧客都跑光了吧？我想問，看到這裡的你，覺得 Demna 這季的新作能拯救股市的業績嗎？告訴我你最直觀的想法吧。除了留言跟我討論，還可以按讚、熱推、加訂閱，以及按下我頭像旁的加入按鈕，成為我們頻道的專屬會員，支持我繼續跟你討論這個迷人又多變的時尚界。我是永恆股佑文，我們下個影片見。See you next time，拜拜。